我最近特别爱吃小龙虾拌面，但是这玩意儿每次做都是折腾半小时，完就吃5分钟，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做点小龙虾浇头，这样以后想吃就不用现做了。然后为了能省点事儿，我刚开始想用现成的小龙虾肉，但是这种肉吃着特别面，就直接让我放弃了。后来我还买了好多种龙虾尾，不过虾尾不管怎么处理，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，所以它也不能用。那么好啊，既然条条大路都不通，那不如直接走老路。我们赶着早上5点半市场刚开门的时候，去一只挑了400斤活的小龙虾回来。到家之后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咱们放下杂念，直接进入生产队。这些小龙虾刷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都给炸了。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时候先炸，炸完了再去虾线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虾肉的紧实。不过这么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很多。这400斤小龙虾，我们8个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。我感觉我活到现在，拢共都没吃过这么多小龙虾。那后来干的，给手指头都缠上膏药了，真是肿的没边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光保留了虾肉和虾钳，脑子里的虾黄我们也都抠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这玩意儿不能吃，但鉴于我们的生命难度，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啊，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是明天的事儿。收拾完这些虾，可算能消停歇会儿。我们打算做成2个味儿的浇头，蒜蓉味儿的，我们整扒了40斤蒜，然后炒了一大锅蒜蓉酱。这现在空口就馒头都特别好吃。香辣的是用虾钳煮的底汤，所以这汤有特别香的虾味儿。就这些小龙虾呀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给他们用到头了。最后要把虾肉分别放到2个汤碟里，再烹调一下。为了吃的时候方便，我们提前把芡都勾好了。现在这香辣味的是麻辣鲜香，特别入味；蒜蓉的也是有特别浓郁的蒜香味，就连这虾钳嗦了起来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只要有手，在家只需要2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味道浓郁的小龙虾拌面和拌饭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这一份浇头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块钱了。不过这种在小龙虾里找面吃的感觉实在是太爽，尤其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是能迅速的吃上这么一份大碟，我的天，我必须得说上一句虾门永存。朋友们呢，我又添毛病了。今天早上上厨房闻油烟味吐了，今天这饭一手没伸啊，全是我哥做的。我哥行，当年为了套配方跟早上的40来岁大姐处对象，但是那小蛋糕捶都捶不下来。我说怎么的，你的对象土耳其的呀？完他说过年了要给我奶包金元宝小馒头，但我怎么看都有点像金屁股。突然那不妨咱们给他改一个名字，就叫金锭。我弟一看这情况，他来自信了，他学了一个节高升，完了上面放肘子肉，这摆盘跟他们大席似的。完我哥有个职业病，他不管上谁家，非得拎条鱼做松鼠桂鱼，还有他这排骨，我总能想起什么居家小馆百姓私厨，但做的确实快，我这上下眼皮一耷拉，做出好几个菜。完说他胖，他还喘上了，夸夸的翻上勺了。完告诉我往后点，他要展示一波大翻勺，3厘米啊！据我奶在跨年那天少吃一个菜就差3厘米。完他问我你吃龙虾能不能好点，我说你不明白，我可能水腻了，真的。来吧香香了，烧排、麻汤、肘传、豆丝儿、金锭、松鱼、支龙、扣肘、脆五、小糕、外糕。我今天切蛋糕，我寻逗逗我爷，但没想到老一辈的求生欲还是强啊。来爷，给你。给你奶吧，你奶有福就行。给你好啊，我有福。我最近要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肺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儿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里，但是我们试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得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着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每一样东西都需要
要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寻思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，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。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着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小时候吃的那个无花果丝儿，但是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地瓜做的，它吃起来特别面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小时候吃的其实都是用萝卜做的，所以我们去扛了1200斤萝卜回来。我打算在家报复性做点这玩意儿，来弥补一下小时候不舍得大把吃的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个报复啊，首先得能忍受得了这萝卜的香味儿。这么多萝卜放一起，那劲儿实在太大了，我那几天都没敢出门见人。就当时那个状态，我要是出门站到一个陌生人旁边的话，他100%分不清我是在那自己喘气呢，还是站在旁边偷摸放屁了。然后为了吃的时候能没有萝卜味儿，我们这顿折腾啊，又是放盐下水，又是放糖和柠檬汁给它腌底味去辣味，就连最后抓拌用的梅子粉我都费了老多心思了。我买了50斤话梅回来挨个取肉，然后打粉的时候还放了好多陈皮和甘草。妈，这活干的比回老家掰苞米还累，不过吃起来应该很健康。但是这么多萝卜凑一起，家里根本就晒不下。后来我把家里所有能通风的东西都给拆下来晾萝卜了，完了提前选了个大晴天，整整铺了一院子。接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，那属于是晴天定丰收啊，但雨天直接萝卜晒了2天半，那状态特别好，我感觉再风干1个晚上就能丰收了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那天晚上太极否来，物极必反了。那后半夜睡得最实的时候，外面下了3个小时雨，生生把我要晒好的萝卜干都给浇成萝卜了。后来面对这琢磨不透的天气，我觉得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了。8月15那天开始，我把我地放在院里打精了。这回有了守夜人的加成，那萝卜3天就丰收了。然后这些晾干的萝卜丝儿需要再喷点柠檬汁回润一下，之后拌上我们精心自制的梅子粉，最后再撒上厚厚的白色糖粉。现在不论是卖相还是味道，都跟小时候卖1毛钱1袋的零食一模一样。尤其是那种越嚼越酸，然后酸到流口水的感觉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。然后为了更能还原当年的感觉，我还定制了一批包装袋，这袋一用上，我那小时候偷着拿家里钱买零食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。就我上学的时候家里要有这么多无花果，那我纯校园大坝。不过这些玩意儿直到我做完了我也没想明白，我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萝卜，它和无花果到底有啥关系啊？